老虎作为百兽之王，其战斗力的强悍程度毋庸置疑。近些年有很多人对于老虎与狮子到底谁更凶猛这个话题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说狮子厉害，也有人说老虎更厉害。其实这个话题是没有答案的，甚至很多动物学家都不敢确切的去评价它俩到底谁更胜一筹。狮子、老虎在各自的领地都
前齿，老虎还有着长达10厘米、杀伤力极大的爪子，综合战斗力相当强悍。而且在智力上，老虎也碾压鳄鱼。反观鳄鱼最明显的优势就是它拥有地表最强的咬合力。鳄鱼的咬合力要比任何品种的老虎都要高出至少2到5倍。特别是非洲的尼罗鳄，这种鳄鱼的体长最大可达6米，体重最重也可以高达1吨。虽然整体看上去好像比老虎更大更强，但事实上，鳄鱼的战斗力在老虎的面前并不太占优势，主要是针对在陆地上。两者的战斗如果发生在陆地，鳄鱼基本上毫无胜算。这里黑图补充一点，湾鳄除外。在陆地上，湾鳄是有可能战胜老虎的。在这里，我们主要说的就是绝大多数的鳄鱼在陆地都不占优势。鳄鱼可以战胜老虎的唯一优势就是偷偷摸摸的攻击，趁老虎在河边喝水的时候，猛地从水里冲出来，一口咬住老虎的脖子或者下肢，然后将老虎整个拖进水里淹死。要知道，一旦被鳄鱼咬到，轻者被它撕掉点肉，重则直接粉碎性骨折。除了靠偷袭，鳄鱼的防御系统也很发达，它的皮肤很厚，老虎有时可能都无法咬穿鳄鱼的皮肤。在鳄鱼与老虎的战斗中，就是在陆地老虎赢，在水里鳄鱼的胜算大。虽然老虎不是生活在水里，但是它有时不得不冒险去鳄鱼的地界找水喝，一旦碰面就避免不了切磋武艺。好，排名第7，狮子。提前声明一下，视频主题是可以打得过老虎的动物，并非绝对碾压，还望各位领导不要误解。狮子与老虎，它们俩究竟谁更胜一筹？这个问题让世界上很多动物学家都不敢轻易的下结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狮子确实可以打败老虎，当然老虎也可以干掉狮子。从体型上对比，无疑老虎要比狮子更大一点，主要就是东北虎与孟加拉虎。其他品种的老虎就不与狮子对比了，像一些巴黎虎和苏门答腊虎与狮子根本没有可比性。那么狮子为什么会被列到老虎之上呢？当然是有原因的。最主要的就是狮子是群居动物，而老虎是独自行动。两者在野外碰到，大多数都是狮子碾压老虎，这一点毋庸置疑。毕竟两者体型相差不大，而且凶猛程度也不相上下。1对1单挑的情况下，老虎有胜算，但是真要让老虎遇到狮群，那么老虎基本毫无还手的余地。再从两者的栖息环境对比，非洲狮生活在处处充满危险的非洲草原，这里有大象、河马、尼罗鳄，还有臭名昭著的猎狗。反观老虎，就拿体型最大的东北虎来说，他们面临的对手最多也就是个大棕熊，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压力，生活上比较安逸。而非洲狮就不一样了，他们每天都要带领狮群寻找食物，时不时还要挑战大象、长颈鹿这些大型猛兽。其实真正的野生狮子的战斗力是非常强悍的，千万不要拿动物园里吃麻醉剂长大的狮子来定义野生狮子的战斗力。好，排名第6，豺，是不是挺意外？这家伙体型跟狗差不多，能干得过老虎。各位领导不要着急，听黑土慢慢道来。豺又名亚洲野犬，体长最大可达1.3米，体重50斤左右，属于群居动物。这个家伙的性情凶猛，胆子极大，凡是在野外遇到它们的动物，无论体型大小，无不畏惧豺群。它们的灵活性超过了狮子、老虎、熊跟狼这些大型野兽，原地跳跃可以跳到3米多远，行动敏捷，杀伤力极大。它们的咬合力将近500斤，在野外通常都是10到30只一起出行。任何被它们碰到的动物，无论是狮子、老虎，甚至是水牛，都有可能被它们猎杀。豺在攻击猎物的时候会采取接力式、穷追不舍的集体围攻。它们拥有锐利的爪子跟牙齿，在追捕猎物的时候，会先把猎物团团围住，然后前后左右一起发起攻击。先抓下猎物的眼睛，然后再一点一点撕咬猎物的耳朵、鼻子、皮肤，或者直接对猎物的肛门发起攻击，连抓带咬将猎物的肠子掏出，特别的凶猛。在老虎与豺的对决中，多数都是老虎战败。在印度曾多次发生孟加拉虎与豺群血战，结果都是老虎被豺群咬死，通常都是老虎在咬伤或者咬死几只豺之后，精疲力尽，无法挣脱豺群的围攻，最后被豺群活活咬死的，非常凶猛。他们的优势其实并不来自数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胆子，无论对方有多厉害，总之狭路相逢勇者胜，见面就是干你，不死不罢休，非常勇猛。好，排名第5，豪猪。这是一种浑身长满刺的动物，它虽然叫豪猪，但是除了名字跟猪有关系，其他的跟猪没有一点。
刷刷的声音来提醒对方。如果对方贸然向豪猪发起攻击，结果就是被豪猪身上的刺扎伤，最终导致皮肉溃烂，甚至眼睛失明。像一些大型猛兽在十分饥饿的情况下，它们有时也会选择主动攻击豪猪，但往往下场都很惨，因为豪猪的刺上有倒钩，这些来对比老虎，是因为在东北虎的栖息地内，同样也是乌苏里棕熊的出没区域，两者见面的机会会很高。像北极熊或者科迪亚克棕熊，咱们今天就不比较了，毕竟不是一个量级。乌苏里棕熊体长2米以上，体重最高可达1000斤以上。虽然在体型上乌苏里棕熊要比老虎更占优势，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东北虎猎杀乌苏里棕熊的情况居多。当然，乌苏里棕熊肯定也有能力将东北虎反杀。在动物学家对东北虎与东北熊的44次对抗中观察到，熊被老虎杀死了22次，老虎被熊杀死了12次，其余的则是平手。事实上，东北虎是胜于乌苏里棕熊的，但是同样，熊也有足够的能力将东北虎反杀。要知道，乌苏里棕熊对付的可是东北虎，它的战斗力也是非常强悍的。好，排名第2，印度犀牛。毋庸置疑，印度犀牛对战老虎毫无压力。印度犀牛体型庞大，体重超过了2吨，头体长度最高可达4米多。就算拿体型最大的东北虎与印度犀牛对比，也相差甚远。更何况，经常与印度犀牛碰面的是孟加拉虎，它的体型比东北虎还要偏小一点。犀牛的身上披着一层非常厚的铠甲，而且鼻子上还有一只杀伤力极大的犀牛角。在所有陆生动物中，除了大象敢欺负犀牛，其他的动物基本上毫无胜算。虽然有时候狮子老虎也会捕杀犀牛，但绝大多数都是偷袭的犀牛幼崽。真正的成年印度犀牛吊打老虎，老虎根本毫无还手之力。虽然老虎的功夫在动物界还不错，但是在这些大型野兽面前，不管是狮子或者老虎，
要说的就是排名第10的非洲侏儒鳄，就是侏儒鳄可能是极少数可以爬树的鳄鱼，所以不要以为鳄鱼只会出现在地面，有时候树上也可能会有它们的身影。还有就是这种鳄鱼通常都是单独行动，一般情况下都是。好，排名第9，古巴鳄。古巴鳄是一种分布在南美洲古巴帕萨塔沼泽的一种中型鳄鱼。它的体长在2米以上，体重160斤。目前发现最大体型的古巴鳄体长可达3.5米。它们主要栖息在淡水沼泽与湿地之内，主要也是靠捕食鱼类为食。古巴鳄生性凶猛好斗，它可能要比其他的大型鳄鱼更加危险。古巴鳄作为一种爬行动物，却有着多数爬行动物都不具备的特殊技能——跳跃。它可以将整个身体跃出水面来捕食树枝上的动物或者鸟类。除了这些，它的奔跑速度也很快。在陆地上，古巴鳄可以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快速奔跑。强悍的行动能力让古巴鳄可以选择的食物种类大大地扩大了许多。它不但可以猎杀水中的动物，同样也可以猎杀陆地上的动物。一般情况下，陆地上的动物只要距离古巴鳄不超过10米的范围，古巴鳄很大几率都可以成功猎杀它们。一般被古巴鳄盯上的猎物几乎都毫无生还的可能。它虽然体型不大，但是它一口咬下去就可以咬碎海龟的龟壳，咬合力相当强悍。如果换成人类，被它咬一下，基本上就是咬哪碎。它轻易的就可以撕碎我们的骨骼，特别危险。好，排名第8，马来鳄。它的全称应该叫马来长吻鳄。鳄鱼我们都知道，有的鳄鱼嘴巴就比较长，有的就比较短，短的被称为短吻鳄，长的也就附属上长吻鳄。像马来鳄这种就被称为马来长吻鳄。它的体型偏大，体长4到5米，体重可达400斤以上。马来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嘴巴，看上去细长细长的。它们分布在马来西亚，在我们国家的岭南一带，也就是广东、广西那边。河边喝水的时候，突然遭到短吻鳄袭击头部才丧命的。几乎没有任何陆生动物的头部可以经得住1.3吨的咬合力，更何况一旦被它咬到，它还会来个死亡翻滚，那家伙非常凶猛。好，排名第5，恒河鳄。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鳄鱼之一，平均体长在4到5米左右，最大可达6米，体重可达500斤以上。它们主要分布于印度，特别是恒河。恒河鳄的头部看上去与马来鳄有些相似，都是比较细长。由于其锋利的牙齿和狭长的鼻子，在水中游动起来几乎没有阻力。这些长嘴非常有利于捕鱼，而且捕鱼效率很高，鱼是它们的主要食物。每天在太阳温度高的时候，它们就会趴在水里为身体降温，等到
的亚马逊流域。同样，它们也是亚马逊流域最大的食肉动物，它们几乎可以捕食任何在其范围内发现的陆生动物与河岸动物。像一些大型猎物，有小凯门鳄、鹿、野猪，甚至是世界上最大的蛇森蚺，都有可能成为黑凯门鳄的猎物。它们的进食方式则是整个吞下。对于一些体型较大的猎物，无法一口吃掉的，黑凯门鳄就会对其进行威力巨大的死亡翻滚，把肉从猎物的身上撕扯下来，再慢慢的吃掉。在整个亚马逊雨林，除了美洲豹有时候会去找黑凯门鳄的麻烦，绝大多数的动物都不是黑凯门鳄的对手。还有就是美洲豹猎杀的绝大多数都是未成年的黑凯门鳄，如果是真正成年的黑凯门鳄，美洲豹是无法将其猎杀的。不仅如此，有时候美洲豹反而会被成年黑凯门鳄反杀。在整个亚马逊流域，黑凯门鳄绝对称得上是这里的霸主。好，排名第3，奥里诺克鳄鱼。这是一种大型的淡水鳄鱼，它们主要分布于南美洲哥伦比亚境内的奥里诺克河下游。奥里诺克鳄又名哥伦比亚鳄，它是西半球最大的鳄鱼，体长最大超过了5米。这种鳄鱼是一种极度濒危的鳄鱼，由于早期人类的过量捕杀，导致它的数量非常的少。在奥里诺克河，它属于顶级掠食者。据观测发现，它们会捕食凯门鳄等一些体型较大的猎物。由于其数量极度濒危，人们可以观测到它们的机会非常。两者的战斗力不相上下，各有各的优势。尼罗鳄的咬合力在1吨以上，在非洲，像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比如斑马，甚至是幼年的大象，尼罗鳄都可以直接一口咬断这些大型猎物的骨骼，非常凶猛。除了在水中，即便是在陆地上，尼罗鳄的战斗力依然非常强悍。它们可以拖着重达1吨以上的身体，以每小时最快35公里的速度奔跑。这也是为什么每年有上百人甚至上千人会死于尼罗鳄的口中的根本原因。它们攻击人类的主要原因都是出于自卫。在非洲，尼罗鳄经常会遭到人类的大量捕杀，目的就是为了它们身上的鳄鱼皮。在捕杀的过程中，避免不了遭到一些成年的大型鳄鱼攻击。一旦遭到它们的袭击，多数情况下对人类都是致命的。对了，还有一点没说，尼罗鳄作为冷血动物，性格必然十分凶残。但是它们却对一种叫做牙签鸟的小鸟非常友好。这种鸟经常会在尼罗鳄的身上找虫子吃，有时候甚至会进到尼罗鳄的嘴里，帮鳄鱼吃掉嘴里的水蛭。尼罗鳄也从来不会伤害它们。除了这些，这种牙签鸟还异常的敏锐，它们可以提前发现鳄鱼感觉不到的危险信号。一旦发现有危险的情况，这种鸟就会快速拍打翅膀来提醒尼罗鳄有危险。尼罗鳄接到牙签鸟的通知后，就会立即沉入水底，避免遭到攻击。两者相处得非常和睦。其实冷血动物也并不是对所有的事物都冷血。好，排名第1，湾鳄。湾鳄也叫咸水鳄，它还有另一个极强，它可以横跨1000多公里在水里游走，耐力也非常的出色。它们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孟加拉国以及印度、缅甸、越南，活动范围也非常广泛。和大多数的鳄鱼种类一样，湾鳄也是一个不挑食的掠食者。黑土说它不挑食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告诉各位领导，只要是能吃的东西，这个家伙几乎都会吃。千万不要以为他们会讨厌我们人类。湾鳄食人事件层出不穷，最大的一次就是发生在1945年的兰里岛。在2战期间，日军被英国人包围，无奈撤退到沼泽地的红树林里过夜。殊不知那里是上万条湾鳄的栖息地。仅仅一个晚上，400多名日军几乎都命丧湾鳄的口中。这次事件当然也遭到了社会各界的质疑，有些人认为这400多人
谢谢。